从天上传来了像雷一般的声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龙。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上非常 amazing 的一个故事。在我14岁那年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认识了我朋友的哥哥，他是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哥哥。那一天有这样子的一席对话，他问我说：“你知道你是谁生的吗？”我就非常的好奇啊，我就回答说是我妈妈生的。那他非常的淡定的再问我，那么你妈妈是谁生的呢？我觉得非常的有趣，我就回答说是我外婆啊。那么他就沉静一下，他说答得没错，他又再问我，你外婆的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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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个妈妈是谁生的？当他这样问我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完全的陷在一个生命的课题上。之后呢，他就告诉我，在人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创造者，他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包括了你。这位哥哥确实的打开我寻找生命的意义的大门。从那天起，我对谁是创造者，为什么我被创造这个课题呢，非常的感兴趣。然后这个哥哥呢，就借了我几本经书，要我回家好好的阅读。但是那时候我非常的年轻，说再怎么的阅读也好，我并没有任何的体会。5年的时间就这样子过去了。就在我19岁的时候，我又再一次的接触了圣经。又是在这机缘巧合之下，我认识了一个教导圣经的朋友。他教导我第一课的时候，我就受到很大的冲击，因为那是我过去5年里面不断寻找的答案，那就是原来真的有一个创造者，还有他创造我的目的是什么。在他教导课程的过程当中，他也介绍了耶稣给我认识。其实对于耶稣我并没有很陌生，因为在中学的时候都有学过关于基督教的历史，都知道耶稣就是基督教的创办人。可是后来我并没有把所有的课程都上完，直到后来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还有在生活当中碰了很多的钉子。在1997年9月，我再一次的回来把剩余的课程上完。当课程越来越进入尾声的时候，我内心就非常的挣扎，因为我知道一旦上完这个课程的话，我必须要有一个选择，要保留我过去7年的信仰呢，或者我要接受一个才认识不到1年半的耶稣。那时的我已经21岁了，我必须要为我的信仰来做一个选择，并且负起责任，因为我希望我的信仰如同婚姻一样，一次的选择，一辈子的负责。其实要是那时候我跟耶稣没有感情的话，其实这个选择并不难的。所以这个选择困扰我整个9月。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的内心非常的挣扎，我就对着天空做了一个长长的叹气。我发自内心的说，耶稣啊，这一次的选择我真的非常的辛苦啊，如果你是真实存在的话，你就出现一次给我看啊，那我就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了。1997年10月14日的晚上，我就到了一个弟兄的家过夜。那一晚他的房间已经挤满了5个人，加上我的话就挤了6个人，而且已经很夜了，所以我一进房间我都没有开灯，我就直接到我自己睡觉的地方。就在我半梦半醒快要入睡的时候，突然我感觉到有一个人在望着我。那我自然的本能反应就是，都那么夜了啊，怎么还有人望着我呢？我就非常的好奇。之后我就微微的张开我的眼睛，一看，当下我当然是有怀疑，我到底是在做梦呢，还是在现实当中？所以我马上就用我的双手揉揉我的眼睛，然后再睁开一次再看的时候，天啊，站在我前面的确确实实就是又温柔又慈祥的全身发光的耶稣。那时房间都没有开灯，但是耶稣的光芒可以填满整个空间。他的身高非常的高，大概有3米那么高，他的头就快到屋顶了。他的头发金黄色的发着光，而且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他穿着的这个细麻布衣是淡紫色的，整件衣服其实都正在发着光。还有我很清楚的看到他的肉色是有点pink color，
又带一点人的肉色的那一种。那他全身都发着1到2寸的光，非常的耀眼，但是一点都不刺眼的。那一般上我们看的这个照片，就是他的轮廓这里会有一团光，但是我看到的时候，这一团光是因为从他的脸部完全的散发出来，他并没有规矩的圆圈，就是这样子一直在闪耀着的一个光。就有这么一个瞬间，我跟耶稣眼神对望，那时候就刹那的有一个电流从我的头顶一直的流到我的全身。这时候我看到耶稣在我面前微微的张开双手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给我。后来我又看到他非常的帅气的温柔的望着天，好像在为我祷告一样。过了一会，耶稣在我面前就渐渐的消失。刚才耶稣照完整个房间的那光芒也渐渐的回到了原有的漆黑。就在耶稣最后一道光芒消失之前，从天上传来了像雷一般的声音。那声音说，该去的让他去，该留的让他留。这是第一句耶稣跟我说的话，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实际上耶稣的显现其实不到10秒，当耶稣的这个声音也完全的消失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弹起来，我非常的激动，然后我颤抖着身体，第一次跪着祷告。我这样跟耶稣说，主耶稣啊，您真的来了，我马龙到底是谁？我很努力的做很多事情，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成功的。有时连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，为什么那么伟大那么崇高的你，竟然把我那么无知那么无理那么幼稚的话听了进去？你愿意来到那么的寒酸，那么卑微，那么多罪的我的面前。主啊，我明白了，是您先做出了选择，现在我在你的面前，我也要做出永不后悔的选择。主耶稣，我答应您，我一辈子会见证您。23年就这样子过去了，现在分享起来，耶稣的模样还历历在目，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。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句子，有时机会只有几秒，不会多待就离开，珍惜并爱机会吧，这样它才会常来。这10秒的机会我珍惜了23年，那一次一辈子的见证你的那个约定，我也持守了23年。不论是我在追梦的这个路上，或是在信仰的路上，生活的路上，如果遇到了困难，遇到了问题，这个10秒的回忆带给我很大的勇气，让我继续的往前走。各位，希望你们也不要小看任何在你们手上的机会，珍惜它，爱惜它吧，这样你的机会就会不断的来到你面前。一起加油！